上午10点，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妇科门诊走廊，消毒水的味道冰冷刺鼻，混杂着周遭孕妇的轻声低语，本该是平和的场景，却在我抬眼的瞬间彻底撕碎了我3年婚姻的所有体面。我叫苏婉，嫁给江城顶流总裁陆晨渊整整3年。外界人人艳羡我嫁入顶级豪门，是陆太太唯一的正主，坐拥旁人遥不可及的荣华富贵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3年的婚姻，我守着空荡荡的别墅，熬着无人问津的孤独，活得像个精致的摆设。今天我来医院是做常规妇科复查，常年熬夜，情绪郁结，让我的身体落下了不少病根。我没告诉陆晨渊，也没麻烦任何人，习惯性的独自扛下所有。毕竟我的总裁丈夫永远有开不完的会议，付不完的应酬，永远抽不出一丝时间留给我这个正牌妻子。我攥着手里的挂号单，低头看着脚下光洁的大理石地面，刚准备走向诊室，一道无比熟悉、刻入骨髓的男声突兀地撞进我的耳朵里。那是陆晨渊的声音，低沉、磁性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温柔宠溺，褪去了商场上的冷硬杀伐，温柔的近乎缱绻。慢点走，别累着宝宝。我的脚步骤然定在原地，浑身血液瞬间冻结，四肢百骸泛起刺骨的寒意。宝宝？谁的宝宝？我僵硬地抬起头，目光穿过熙攘的人群，落在不远处的分诊台旁。视野中央，那个身高1.89米、身姿挺拔、西装革履的男人，正是我的丈夫陆晨渊。他今天穿了一身定制的黑色手工西装，身姿挺拔，气质金贵，哪怕身处人来人往的医院，也依旧耀眼的让人无法忽视。可此刻，这个在外人面前冷漠疏离、寡言禁欲的男人，正小心翼翼地侧身护着一个女人，动作温柔到极致。而那个被他小心翼翼护在怀里的女人，我再熟悉不过，是我最好的闺蜜林薇薇。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掏心掏肺对待了20年的闺蜜，我会把所有的心事讲给她听，会把最好的东西都分给她，会在她落魄无助时倾尽所有帮她兜底。我曾以为爱情或许会变，但闺蜜情谊坚不可摧。可此刻，林薇薇微微隆起的小腹刺眼地撞进我的眼底。她穿着宽松的米色连衣裙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娇羞与柔弱，一只手轻轻搭在小腹上，另一只手坦然地挽着我丈夫的手臂，脑袋微微靠在陆晨渊的肩头，姿态亲密，俨然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。陆晨渊低头看着她，眉眼间的温柔是我3年婚姻里从未拥有过的馈赠。他抬手极其轻柔地拂开林薇薇额前的碎发，语气是化不开的宠溺。别紧张，产检不会疼，我全程陪着你。林薇薇仰头看他，眼底带着楚楚可怜的水光，声音软糯又委屈。晨渊，我有点害怕，万一宝宝不健康怎么办？而且万一苏婉知道了，她会不会生气？我不想破坏你们的婚姻。这话一出，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竖起，心口像是被一把滚烫的尖刀狠狠刺穿，痛得我几乎无法呼吸。好一朵楚楚可怜的白莲花，人已经抢了，孩子已经怀了，现在反倒装出一副无辜善良、唯恐惊扰我的模样。我死死攥紧手里的挂号单，纸张的边缘深深嵌入掌心，硌得掌心生疼，可这点疼痛远远不及心口的1/1000。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冰凉，指尖控制不住的颤抖，眼睁睁看着我的丈夫温柔安抚着我的闺蜜。陆晨渊眉头微蹙，语气带着明显的维护，甚至隐隐夹杂着对我的不耐与厌恶。不用怕，有我在。至于苏婉，她没资格生气。我们结婚3年，她性子冷淡，不懂温柔，更不会伺候人。这3年，我受够了她的冷冰冰。从头到尾，她从来没给我怀过一个孩子，连最基本的妻子本分都做不到。薇薇，你温柔懂事，还愿意为我生儿育女，你才是那个值得我珍惜的人。等你产检结束，我就回去跟他摊牌，尽快离婚，给你和孩子一个名分。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的利刃，一刀刀凌迟着我的尊严，撕碎了我3年的付出。3年婚姻，我恪守本分，孝顺公婆，打理家事，对外为他维护好所有形象，从不给他添任何麻烦。我性子清冷，只是不擅长矫揉造作，不是所谓的冷漠无情。
我不是不能怀孕，只是结婚初期他忙于创业，压力巨大，明确跟我说暂时不要孩子，我谨遵他的意愿，小心翼翼呵护着我们的婚姻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的懂事，我的克制，我的独立，全都变成了原罪。我看着眼前刺眼的一幕，看着他们郎情妾意、亲密无间的模样，忽然就笑了，笑得眼底发酸，笑得浑身发冷，笑得过往3年所有的执念与深情，尽数化为泡影。或许是我的目光太过灼热，太过冰冷，陆晨渊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猛地抬眼，视线精准地落在我身上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他眼底的温柔宠溺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冰冷的漠然，没有丝毫愧疚，没有丝毫慌乱，只有被撞破后的坦然，以及一丝淡淡的厌烦。林微微也顺着他的目光转头，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眼底飞快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立刻染上浓烈的愧疚与委屈，眼眶瞬间红了，演得恰到好处，天衣无缝。婉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林微微慌忙松开挽着陆晨渊的手，手足无措的后退半步，低下头，声音哽咽，仿佛做错事的孩子，充满了不安与愧疚。若是从前，我或许会信他的伪装，会心疼他的忐忑，甚至会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太过小气。可此刻亲眼目睹这一切，我只觉得无比讽刺，无比恶心。我一步一步缓缓朝着他们走去，脚步很慢，却异常坚定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过往3年破碎的时光残骸上。走廊里的行人来来往往，不少人注意到了我们这边诡异的氛围，纷纷侧目，窃窃私语的声音隐约传来。那不是陆氏集团的总裁吗？好帅啊，气质绝了。他身边那个女生看着软软的，好像怀孕了，两人看着好恩爱。对面站着的应该是陆太太吧？这下热闹了，原配撞破老公出轨闺蜜，还是孕期出轨？细碎的议论声钻进耳朵，像无数根细针，密密麻麻扎着我的神经。陆晨渊看着我苍白冰冷的脸，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率先开口，语气强硬，带着不容置喙的决绝，像是在宣判我的死刑。苏婉，既然你看见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他伸手再次稳稳揽住林微微的腰，将她护在怀里，姿态坚定，公然挑衅着我的底线。我和微微在一起很久了，她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已经16周，一切稳定。我们离婚吧。简简单单4个字，轻飘飘的，却终结了我3年的婚姻，击碎了我所有的期盼。我抬眼死死盯着他，喉咙干涩的发疼，一字一顿的问：陆晨渊，3年婚姻，我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对我？他嗤笑一声，眼底满是鄙夷与不耐，语气冰冷刺骨。你哪里对得起我？苏婉，这3年你活得太自我，永远清冷寡淡，不懂取悦我，不懂迁就我。微微温柔体贴，懂我的喜怒哀乐，能给我温暖，你永远比不了。更何况你无所出，陆家需要继承人。微微怀了我的孩子，她理应取代你的位置，成为新的陆太太。林微微靠在他怀里，泪眼婆娑，小声拉扯着陆晨渊的衣角，假意劝阻。晨渊，你别这么说婉婉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爱上你，不该破坏你们的婚姻，你不要怪婉婉。他越装懂事，越显得我像个无理取闹的外人。我看着他精湛的演技，看着陆晨渊满眼的维护，心中最后一点残存的情谊彻底烟消云散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翻涌的情绪，声音平静的连自己都惊讶，没有哭闹，没有崩溃，只剩一片死寂。离婚可以。陆晨渊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干脆，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，随即更快被冷漠覆盖。既然你同意，那就好聚好散。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从西装内袋里抽出，显然早就蓄谋已久。协议我已经拟好了，你净身出户。我瞳孔骤然一缩，净身出户。3年婚姻，我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，放弃了自由的生活，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，打理陆家内外事务，为他维系所有人脉关系。到头来，他出轨闺蜜，逼我离婚，还要我净身出户。凭什么？仿佛看穿了我的不甘，陆晨渊语气更加冰冷，带着一丝威胁。婚内你无子嗣，对陆家无任何贡献，婚内所有财产均为我陆氏婚前及婚后个人营收，与你无关。另外，
若是你不肯配合，闹出去损毁我和陆家的名声，我会让你苏家彻底在江城无法立足。字字诛心，刻薄绝情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夫妻情分。林微微适时抬起头，泪眼朦胧地看着我，看似愧疚，眼底却藏着胜利者的得意与挑衅。婉婉，对不起，我和陈渊是真心相爱的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以后我会好好照顾陈渊，好好照顾陆家，就体面离开好不好？体面离开，用我的狼狈退场成全他们的双宿双飞，就是他们口中的体面。我看着眼前这对狗男女，看着林微微微微隆起的小腹，看着那张被陆晨渊小心翼翼捏在手里的产检单，心底忽然升起一个冰冷又疯狂的念头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我太了解林微微了，她体质极差，宫寒严重，常年月经不调，多年来一直调理身体。医生明确告知过她，宫寒症状严重，受孕概率极低，就算侥幸怀孕，也极易胎停流产，根本不可能安稳怀到16周，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面色红润，体态平稳，毫无孕期不适的症状。而且她的小腹隆起的弧度僵硬又不自然，完全不像正常怀孕16周的状态，更像是刻意垫了东西伪装出来的假象。还有这张让我彻底输掉婚姻，逼我净身出户的产检单，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、滴水不漏的骗局？一场专门为我量身打造、毁掉我的婚姻、我的人生、成全他们私欲的阴谋。念头一旦升起，便疯狂扎根蔓延，所有的委屈、愤怒、不甘尽数沉淀，化为极致的冷静。我不再争辩，不再哭闹，抬眼看向陆晨渊，眼底无波无澜。好，我签。我净身出户。陆晨渊彻底松了口气，眼底的厌烦散去，多了几分淡漠的满意，仿佛终于甩掉了一个累赘。只有我自己清楚，这场看似我全盘皆输的结局，仅仅只是开始。今日你们用一张假产检单毁我婚姻，辱我人格，逼我净身出户。来日我必亲手撕碎你们的伪装，拆穿你们的阴谋，让你们百倍千倍的偿还今日所欠我的所有亏欠。签字的过程快得近乎荒唐。医院走廊的灯光惨白刺眼，落在打印出来的离婚协议书上，每一行字都冰冷刻薄，像一道道枷锁，锁住了我3年的青春与付出。我拿起笔，指尖没有丝毫颤抖，一笔一画，工整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苏婉。落笔成型的那一刻，心口传来一阵细密的抽痛，不是舍不得陆晨渊，不是惋惜这段婚姻，而是心疼那个全心全意付出、卑微迁就、自我内耗了整整3年的自己。3年前，陆晨渊创业初期，资金链断裂，四面楚歌，濒临破产，所有人都离他而去，投资人撤资，合作伙伴解约，身边无人支撑。只有我不顾家人反对，倾尽苏家所有积蓄，掏空自己多年的积蓄，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婚前首饰、房产，全力帮他填补资金缺口，陪他熬过最黑暗的低谷期。我陪他熬夜改方案，跑市场，谈合作，陪他吃遍人间苦，熬过万般难。好不容易等到他功成名就，等到陆氏集团跻身江城顶尖企业，等到他站在万人之巅，我以为苦尽甘来，我可以拥有安稳的婚姻与幸福。却没想到，我亲手扶持起来的男人，攻城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卸磨杀驴，转头拥抱我的闺蜜，用最绝情的方式将我扫地出门。何其讽刺，何其可笑。陆晨渊收起签好的离婚协议，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面，脸上是如释重负的冷漠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与不舍。苏婉，还算你识时务。他语气平淡，带着居高临下的施舍感。念在我们夫妻一场，我不赶尽杀绝。你今天收拾东西搬走，我可以不对外公布你被离婚的难堪，给你留最后一点脸面。我抬眼冷冷看着他，语气平静无波。不必，脸面是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施舍的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两清，再无瓜葛。多说无益，我转身就走，没有回头，没有留恋，背影挺直，哪怕此刻的我一无所有，狼狈离场，也绝不会让他们看到我的脆弱与崩溃。身后传来林微微温柔又娇弱的声音：陈渊，你别生气，婉婉只是一时难过，我以后会好好陪你，好好照顾你。紧接着是陆晨渊极尽温柔的安抚声，缱绻缠绵，刺耳至极。
我脚步未停，径直走出医院大门。门外车水马龙，阳光刺眼，照得我眼底酸涩发胀。3年婚姻，一场空梦，最终落得净身出户，一无所有的下场。旁人看来，我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，被丈夫抛弃，被闺蜜背叛，青春耗尽，一无所有，狼狈不堪。可只有我心里清楚，这场狼狈的退场，是我挣脱牢笼、涅槃重生的唯一契机。我太了解陆晨渊了，他高傲自负，极度爱面子，偏执掌控欲极强，从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。若林薇薇真的身怀6甲，是他陆家的救命继承人，他绝不会如此草率逼我离婚，更不会如此高调在医院曝光，只会低调处理，稳妥过渡，绝不允许出现任何损毁陆家名声的风险。他今日这般高调、绝情、迫不及待，恰恰说明心虚。他在急什么？急着用最快的速度敲定离婚事实，急着用既定的局面困住所有人，急着用林薇薇的身孕堵住悠悠众口，彻底抹除我所有的付出与痕迹。而林薇薇，那个我掏心掏肺对待了20年的闺蜜，她的破绽远比陆晨渊更多。我清楚记得半年前，林薇薇还跟我哭诉，说自己宫寒严重，常年备孕无果，医生告知很难受孕，甚至可能终身不孕。她当时抱着我哭了整整1夜，说自己这辈子大概率没有做妈妈的福气。短短半年时间，她怎么可能突然顺利怀孕16周，体态安稳，面色红润，毫无任何不适？还有她的小腹隆起的弧度僵硬呆板，站立时格外突兀，坐下时却会悄悄塌陷，动作刻意拘谨，完全不符合正常孕妇的体态特征。正常人怀孕16周，小腹是自然柔和的隆起，松弛有度，绝不会如此僵硬刻意。最关键的是，今天是工作日，陆晨渊日程早已排满，每周3上午都是固定的高层会议，雷打不动。可他偏偏今天推掉所有重要工作，专程陪林薇薇产检，行事高调张扬，完全不符合他沉稳内敛、步步为营的商人性格。所有的反常拼凑在一起，答案已然清晰明了。这场怀孕，这场出轨，这场逼我净身出户的离婚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算计、层层布局的骗局。只是我暂时还想不通，他们为何要大费周章演这么一场戏，仅仅是为了赶走我，让林薇薇上位。以陆晨渊如今的地位，想要离婚再婚，根本无需如此大动干戈、精心伪装。这里面一定藏着我不知道的更深层的阴谋。我打车回到住了3年的陆家别墅，别墅坐落于江城最顶级的半山别墅区，依山傍水，奢华静谧，曾是我以为的家，如今只剩冰冷与讽刺。别墅里的佣人看到我回来，眼神躲闪，窃窃私语，神色各异。显然陆晨渊已经提前打过招呼，所有人都知晓了这场婚姻的落幕，知晓了我被抛弃的结局。我没有理会旁人的目光，径直上楼，走进主卧，收拾自己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。3年婚姻，我从未贪图陆家的财富，从未私自转移任何财产，所有开销光明正大，甚至多数时候都是自掏腰包。所以我的东西很少，仅仅一个行李箱就能装完。我动作利落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，将自己的衣物、物品尽数收纳。走到梳妆台前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面色苍白，眼底带着疲惫，却眼神清亮，棱角分明，没有丝毫狼狈怯懦。3年全职主妇的生活没有磨平我的骨气与锋芒，只是暂时收敛了我的羽翼。我拿起手机，点开尘封已久的朋友圈，最后一条动态停在3年前，是我和陆晨渊的结婚纪念日，我配文岁岁年年共赴白头。现在看来无比可笑。我直接删除所有过往动态，清空相册里所有与陆晨渊相关的痕迹，彻底斩断过往。收拾完毕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别墅，站在雕花铁门前，最后看了一眼这座金碧辉煌、困住我3年青春的牢笼。从此，苏婉与陆家再无关系。我没有去处，苏家早在3年前，我执意嫁给陆晨渊，倾尽家产帮他创业时，就与我彻底决裂。父母气我恋爱脑，不顾家人反对，断了我的后路，从此不再往来。我无家可归，无依无靠，彻彻底底的孤身一人。
我在市区租了一间小小的单身公寓，户型简陋，装修简单，面积不足陆家别墅的1/10，却是我重生的起点，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天地。安顿下来的第一晚，我没有沉溺悲伤，没有自我内耗，立刻打开电脑，开始梳理所有线索。我调出日历，精准推算时间。林薇薇声称怀孕16周，也就是4个月，倒推受孕时间恰好是4个月前。而4个月前，正是陆氏集团冲击上市，进行最后一轮风控审核的关键时期。我心头一动，瞬间抓住了关键线索。陆氏上市，风控极其严格，严查法人及高管婚内情况、个人征信、家庭资产，杜绝一切婚内纠纷、财产争议、负面舆情，影响上市进程。如果在上市关键期，陆晨渊提出离婚，我若不肯配合，闹出事端，引发婚内纠纷舆情，势必会影响陆氏上市进度，甚至直接导致上市失败。所以他不能在4个月前离婚。他必须等到上市流程彻底走完，等到股权固化、市值稳定、毫无风险之后才能动手。而现在，陆氏集团刚刚成功上市1周，股价稳定，市值暴涨，一切尘埃落定。他立刻迫不及待，联手林薇薇，上演了一场闺蜜怀孕、逼妻离婚、净身出户的大戏，逻辑瞬间通顺。可新的疑问再次浮现，就算他急于离婚，为何非要用假怀孕、假产检的方式？直接以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婚，以他的财力人脉，完全可以顺利办结，何必大费周章演戏？甚至不惜背负婚内出轨的骂名，也要逼我净身出户。这里面绝对藏着更深的秘密。我指尖轻轻敲击桌面，大脑飞速运转，梳理着3年婚姻里所有被我忽略的细节。3年来，陆晨渊无数次让我签署各种文件、股权声明、财产放弃协议。当时的我满心信任，从未多疑，从未仔细核对内容，他让我签，我便毫不犹豫签字。如今想来，那些看似普通的合规文件，会不会暗藏陷阱？会不会早已悄悄转移了所有婚内财产，甚至让我背负了未知的风险？他逼我净身出户，根本不是因为林薇薇怀孕，而是为了彻底抹除我在陆家的所有痕迹，切断我所有的权益，掩盖他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想通这一切，我后背一阵发凉。这个我爱了3年，陪了3年，信了3年的男人，心思缜密，城府深沉，算计入骨，可怕的让人毛骨悚然。而林薇薇，我真心相待20年的闺蜜，为了攀附豪门，尚未夺权，甘愿配合她演戏，伪装怀孕，处心积虑毁掉我的人生。既然你们无情，就别怪我无意。我抬手擦掉眼角唯一的失意，眼底最后一点温柔彻底褪去，只剩冰冷的决绝。从今天起，温柔和善良收起来。苏婉的隐忍结束了，接下来只剩复仇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没有丝毫懈怠，全身心投入调查，彻底蛰伏，暗中布局。我没有像普通被离婚的女人那样崩溃哭闹，四处倾诉，寻求安慰。我深知眼泪和委屈毫无用处，弱者的哭诉只会换来旁人的嘲讽与怜悯，唯有手握证据，精准反击，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让恶人付出代价。我先从最薄弱的突破口入手，林薇薇的假孕骗局。我太了解林薇薇了，她虚荣、贪慕富贵，极度自卑，又极度自负，心思狭隘，眼界浅薄，看似温柔柔弱，实则野心勃勃，自私自利。她从小就嫉妒我，嫉妒我家境优越，长相出众，学业优异，嫉妒我能嫁给陆晨渊，拥有她梦寐以求的一切。只是从前的我被所谓的闺蜜情谊蒙蔽双眼，从未深究过她眼底隐藏的嫉妒与恶意。我打开微信，翻看我和林薇薇过往的聊天记录，从半年前开始逐条复盘，果然线索清晰可见。半年前，林薇薇连续多次跟我吐槽身体不适，频繁就医，明确告诉我，医生诊断她重度宫寒，卵巢功能偏弱，子宫内膜厚度不达标，自然受孕概率不足 5%， 且极易流产，建议长期调理，切勿急于备孕。聊天记录清晰完整，时间、地点、病症描述一应俱全，铁证如山。
一个半年前还被医生判定极难受孕，大概率终身不孕的人，怎么可能在短短半年内顺利怀孕16周，体态安稳，毫无流产风险？这是第一个致命破绽。紧接着，我开始调查3天前那张核心证据——医院的产检报告单。当天在医院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张报告单上的姓名是林薇薇，孕周16周，各项产检指标全部正常，胎心胎芽稳定，一切符合健康妊娠标准。看似毫无问题，实则漏洞百出。我托了靠谱的熟人，联系到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妇科的内部医护人员，低调核查当天的产检登记记录。仅仅半天时间，结果反馈回来，直接坐实了我的猜想。3天前上午10点，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妇科系统内没有任何一条林薇薇的产检挂号、就诊、检查记录，查无此人，查无此单。那张让我净身出户，让他们登堂入室的产检单，根本就是一张彻头彻尾的伪造假单。我心脏重重一跳，寒意瞬间蔓延全身。原来从始至终就没有孩子，没有怀孕，没有婚内出轨。一切都是演给我看的戏，一场精心策划、精准拿捏我心理、规避所有风险的骗局。可新的疑问再次浮现，陆晨渊身价100亿，身居高位，行事严谨谨慎，向来爱惜羽毛，注重名声，为何要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，伪造产检单，上演出轨戏码？正常离婚，哪怕是婚内出轨，顶多落得薄情寡义的名声，不至于彻底崩盘。可伪造孕期证据，恶意逼妻净身出户，一旦曝光，不仅违法，更会彻底摧毁他的公众形象、企业口碑，甚至影响陆氏股价，代价极大。他这般聪明绝顶、精于算计的人，绝对不会做得不偿失的事情。除非这场骗局的背后有着比身败名裂、股价波动更大的利益，或者更致命的隐患。我继续深挖，顺着时间线复盘陆氏上市前后的所有细节。1周前，陆氏集团成功挂牌上市，开盘即暴涨 20%， 市值飙升数百亿，陆晨渊一夜之间身价倍增，登顶江城顶级富豪行列。但上市招股书中有一条极其隐蔽的合规条款，被无数人忽略，却被我精准捕捉。条款明确标注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婚姻状况稳定，无婚内财产纠纷，无夫妻共同财产争议，无未了结婚姻诉讼，股权结构清晰，无隐患。我瞬间醍醐灌顶，彻底通透。上市前4个月，正是风控最严、审核最紧的阶段。彼时，我若是得知陆晨渊转移婚内财产，暗中布局离婚，必然会提起财产分割诉讼，一旦立案，形成婚内财产纠纷记录，陆氏上市直接叫停，功亏一篑。所以他必须忍，他必须稳住我，隐瞒所有算计，假装婚姻和睦，家庭稳定，熬过上市审核期。等到上市成功，股权彻底锁定，市值稳定之后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彻底解决我这个隐患，干净利落切断我所有的权益，杜绝我日后分割财产、追溯股权的任何可能。可他为什么不和平离婚，合理分割财产，非要逼我净身出户，不惜伪造证据，自毁名声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婚内转移的财产数额大到无法想象，甚至触及违法边缘，根本不敢拿到台面上分割。一旦走正常离婚流程，财产公示、资产清算，他所有暗箱操作、违法转移资产的行为都会彻底曝光，不仅要赔付我巨额财产，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，撼动整个陆氏集团的根基。所以他只能用最极端、最绝情的方式，快速、暴力、彻底的将我踢出局，让我一无所有，无权追诉，无力翻盘。而林薇薇就是他选中的最佳棋子，也是最好的挡箭牌。用一场虚假的闺蜜怀孕戏码，制造我无子嗣婚姻失败的假象，占据道德制高点，博取外人同情，同时用舆论压力逼我被动妥协，乖乖净身出户，不敢闹，不敢查，不敢追诉。世人只会觉得是我无法生育，留不住丈夫，是我失败落魄，绝不会想到这是一场100亿总裁精心布局、环环相扣的财产骗局。想通所有真相，我浑身冰冷，心底的恨意汹涌翻涌。3年青春，真心错付。我以为的深情陪伴、同甘共苦，
从头到尾只是一场赤裸裸的利用与算计。他利用我的真心，我的信任，我的家产，我的人脉，助他登顶巅峰，攻城之后立刻卸磨杀驴，为了吞掉我所有应得的财产，不惜联手我最好的闺蜜，伪造证据，恶意构陷，逼我绝境退场。可笑，可悲，可恨，但我没有冲动暴怒，反而愈发冷静。越是天大的阴谋，越要沉住气，步步为营，精准反击，一击致命。我继续搜集证据，一点点夯实所有线索。我查到林薇薇近期频繁出入网红工作室、医美机构，专门学习孕妇体态、孕期表情、孕期话术，刻意模仿孕妇的一举一动，全方位伪装怀孕状态。我还查到她网上购买了大量假孕肚、托腹带、孕期专用护肤品，甚至刻意服用调理激素的药物，让自己面色看起来更贴合孕期状态，只为让伪装更加逼真，骗过所有人。所有证据环环相扣，尽数指向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。就在我稳步搜集证据，默默布局复仇的同时，外界的舆论已经彻底被陆晨渊和林薇薇掌控。短短3天时间，江城上流圈子、网红圈层、社交平台尽数传遍了我的丑闻。营销号统一发文，文案如出一辙：陆氏总裁陆晨渊婚内遇真爱，原配妻子苏婉3年无所出，性格冷淡孤僻，错失良缘，温柔闺蜜身怀6甲上位，成全总裁良缘。配图是3天前医院偷拍的照片，陆晨渊温柔护着林薇薇，林薇薇小腹微隆，泪眼婆娑，而我站在对面，面色冰冷，被刻意塑造成刻薄冷漠、无理取闹的原配。舆论彻底一边倒。原来陆总离婚是因为原配生不出孩子，难怪啊。闺蜜温柔懂事，还愿意生孩子，换谁都会选后者吧。苏婉看着冷冷的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，留不住老公太正常了。陆总仁至义尽了，没曝光更多难堪，只是让他净身出户，够体面了。无数不明真相的网友跟风嘲讽，肆意诋毁，将我钉在耻辱柱上，肆意谩骂。而陆晨渊和林薇薇靠着这场精心编排的大戏，收割了全网同情，塑造了深情。总裁遇良缘，温柔闺蜜不得已为爱奔赴的人设，名利双收，风光无限。林薇薇更是趁热打铁，高调入驻各大社交平台，日常分享孕期日常，晒补品，晒安胎餐，晒陆晨渊的贴心照顾，一举一动都透着胜利者的炫耀，享受着本该不属于她的荣华与追捧。无数人羡慕她好运，羡慕她登顶豪门，羡慕她取代了我的位置。所有人都以为我彻底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可没人知道，真正的棋局才刚刚开始。他们现在有多风光，日后跌落神坛就有多狼狈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江城的豪门圈子几乎被陆晨渊和林薇薇的恩爱日常刷屏。陆晨渊一改往日低调禁欲的风格，变得格外高调，频繁带着林薇薇出席各类商业晚宴、名流聚会、亲友饭局。从前3年，他从未带我出席过一场私人高端晚宴，从未公开牵过我的手，从未对外高调承认我的身份，始终让我活在隐形婚姻里，低调隐忍。可如今，他对林薇薇极尽偏爱，高调宠溺，生怕旁人不知道他的新恋情，不知道林薇薇怀了他的孩子。各大宴会现场，陆晨渊全程牵着林薇薇的手，小心翼翼护着她的腰，为她挡酒，护她周全，替她寒暄，温柔体贴，面面俱到。面对所有宾客的祝福，他坦然接受，眉眼间满是得意与宠溺。林薇薇穿着高定礼服，妆容精致，小腹刻意微微挺起，姿态柔弱温婉，全程依偎在陆晨渊身边，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，俨然一副新晋陆太太的姿态，风光无限，得意非凡。圈内人人都在夸赞两人郎才女貌，天赐良缘，没人提及被扫地出门的我，没人记得我3年的付出与陪伴。偶尔有知情的长辈唏嘘2句，也会立刻被旁人劝阻。苏婉不争气，3年无子，性格冷淡，留不住陆总太正常。微微温柔懂事，还怀了陆家子嗣，理应得到宠爱。流言蜚语尽数偏向他们。林薇薇彻底飘了。她从前在我面前永远是谦卑温顺、小心翼翼的模样，事事迁就我，讨好我，一口一个婉婉，乖巧懂事。可自从上位之后，
她彻底卸下伪装，露出了虚荣跋扈的真面目。她甚至特意用小号加我微信，频繁给我发她和陆晨渊的亲密合照、高端日常，故意炫耀她如今的风光。婉婉，不是我故意抢你的一切，只是感情的事没办法，陈渊爱的是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谢谢你3年来帮我照顾陈渊，以后换我守护他，照顾陆家，你安心退出就好。可惜你努力3年，终究一场空，终究是配不上他。字字句句充满挑衅与嘲讽，极尽炫耀与得意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心底毫无波澜，只剩一片冰冷的漠然。井底之蛙，一朝得势便忘乎所以，殊不知自己只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，一场骗局的道具，狂欢的越早，日后摔得越惨。我没有回复他任何消息，默默截图留存所有挑衅记录，作为后续反击的证据。这段时间我没有沉溺情绪，而是全力复盘3年婚姻里的所有资产流向、资金流水、股权变动，一点点梳理线索，固定证据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触目惊心。我清晰查到，从结婚第1年开始，陆晨渊就已经暗中布局，悄无声息开始转移婚内财产。他利用我对他的信任，哄骗我签署各类空白协议、资产授权书、股权放弃声明，将我婚前婚后的财产、分红、收益尽数转移到他私人账户、关联空壳公司、亲友名下。我婚前的房产、存款、理财，婚后共同经营的收益、项目分红，几乎被他掏空殆尽。3年时间，他累计转移的资产数额高达数亿，数额之大，远超我的想象。我终于彻底明白，他为何不惜一切代价，铤而走险，也要逼我净身出户。数亿资产非法转移，一旦曝光，不仅要全额追回，还要承担法律责任，甚至影响陆氏集团的股价与口碑，引发连锁危机。所以他必须让我净身出户，必须让我一无所有，彻底闭嘴，无权追诉。而林薇薇的假孕骗局就是他最好的遮羞布，完美掩盖了他所有的非法操作与卑劣算计。一边是全网追捧的深情总裁、准爸妈人设，一边是我这个无子被弃、性格冷漠的落魄前妻，舆论牢牢被他掌控，所有人都会先入为主，认为我理亏，即便我日后发生反击，也无人相信，只会被认定是不甘心的恶意抹黑、疯狗乱咬。好一场滴水不漏、狠辣至极的局。可惜他千算万算，漏算了我的清醒与隐忍，漏算了我不肯认输的傲骨，漏算了我手握所有真相与证据。就在我稳步收集证据，静待最佳反击时机时，局势悄然发生了诡异的反转。最先出现异常的是陆晨渊的态度。前半个月，他对林薇薇极尽宠溺，百般迁就，高调恩爱，形影不离。可最近1周，他的态度肉眼可见的变冷。他不再高调陪林薇薇出席各类活动，不再耐心回应她的撒娇与诉求，不再公开秀恩爱，频繁晚归，冷漠疏离，甚至刻意回避与林薇薇同框。圈内细心的人已经察觉到不对劲，纷纷私下议论，猜测两人感情生变。而林薇薇彻底慌了。她早已习惯了众星捧月的风光，习惯了豪门贵妇的待遇，极度依赖陆晨渊带来的名利与地位。陆晨渊的骤然冷淡让他瞬间失去了所有底气，陷入极致的恐慌。他开始频繁发消息、打电话纠缠陆晨渊，卑微讨好，刻意撒娇，甚至主动制造各种恩爱画面，试图挽回热度，稳住地位。可陆晨渊始终冷漠敷衍，态度愈发疏离，甚至多次当众不给他面子，眼神里的厌烦越来越藏不住。我冷眼旁观这一切，心中已然猜到原因。骗局撑不住了。时间越往后推移，林薇薇的假孕破绽就越大。按照她声称的孕周，如今已经20周，5个月的孕期，正常孕妇小腹会自然隆起，体态变化明显，会出现孕吐、腰酸、乏力等各类孕期反应，气色、体态都会有明显变化。可林薇薇全程毫无任何孕期不适，面色红润，体态轻盈，行动自如，跑步、穿高跟鞋、熬夜聚会样样不落，除了刻意垫出来的僵硬小腹，没有半点孕妇该有的样子。圈内已经开始出现零星质疑的声音，只是没人敢公然戳破陆晨渊的面子。
陆沉渊何等精明，自然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场骗局撑不了多久，迟早会彻底曝光。他一开始只想利用这场骗局快速逼我净身出户，稳住上市局面，可他低估了林薇薇的野心。林薇薇借着假孕身份得寸进尺，贪得无厌，不断索要名分、资源、财产，甚至频频催促陆沉渊尽快和他领证结婚，给孩子上户口，移交部分股权，妄图彻底坐稳陆太太的位置，霸占我的一切。他忘了自己只是陆沉渊用来布局的一颗棋子，用完即弃，根本不配索要任何东西。棋子妄图反噬执其人，结局注定是被无情舍弃。就在局势逐渐微妙、暗流汹涌之际，我等待已久的真正的反转契机终于来了。陆氏集团上市后的第一轮季度财报公示如期而至。财报公示当天，陆氏股价小幅波动，看似平稳，实则暗藏隐患。而我从这份公开财报中精准抓到了陆沉渊最致命、最足以颠覆一切的黑料证据。我看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报表，指尖微微收紧，眼底彻底褪去所有温柔，只剩冰冷的笃定。陆沉渊，你的死穴我找到了。陆氏集团的季度财报看似光鲜亮丽，数据亮眼，营收暴涨，利润翻倍，完美延续了上市后的强势势头，稳住了股民信心与市场口碑。但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我本科就读于顶尖财经院校，精通金融财会、股权架构、资产核查，3年婚姻全职主妇的生活，只是我刻意收敛锋芒，甘愿蛰伏的选择，从未磨灭我的专业能力。我逐行拆解财报数据、营收结构、流水明细、关联交易记录，很快就发现了多处极其隐蔽、普通人根本无法察觉的漏洞与异常。第一，财报中多处营收数据与真实市场营收严重不符，存在明显的虚增营收、美化报表、夸大利润的违规操作。第二，多家与陆氏存在密切合作的关联公司是空壳公司、皮包公司，无实际经营，无真实业务，专门用来走账、洗流水、转移利润、规避税务。第三，上市前的风控审核材料存在刻意隐瞒、虚假填报、信息造假的重大违规问题，多处核心数据与实际情况严重相悖。以上任意一条单独曝光，都足以触发证监会监管预警，启动立案核查，轻则股价暴跌、市值缩水、企业整改，重则直接退市，法人追责，承担刑事责任。3条叠加，足以彻底掀翻整个陆氏集团，让陆沉渊一夜之间从100亿总裁跌落神坛，身败名裂，负债累累，锒铛入狱。我心底寒意彻骨，彻底看清了这场棋局的终极真相。陆沉渊从一开始谋划的就不只是简单离婚吞财，他布下的是一场赌上半生基业、滴水不漏的惊天大局。他深知自己上市造假、虚增营收、偷税漏税、违规转移资产的每一步操作都踩着法律红线，一旦被深挖彻查，不仅100亿市值的陆氏集团会瞬间崩塌，他本人也难逃牢狱之灾。而我作为陪伴他3年、亲历他创业崛起、手握所有婚内细节与签字凭证的原配妻子，是这盘死局里唯一的变数，也是最大的隐患。他从头到尾忌惮的从来不是我清冷的性格、无子嗣的婚姻，而是我知晓一切真相，是唯一有能力、有资格追溯他所有暗箱操作、戳穿他上市骗局的人。所以他才不惜代价，联手林薇薇伪造产检单，制造婚内出轨的假象，用一场荒唐的感情闹剧掩盖背后的金融犯罪阴谋。他刻意塑造自己求子心切、遇真爱不得已离婚的深情薄情人设，把我塑造成冷漠无子、不配为妻的失败者，彻底锁死我的舆论话语权。他的算计狠绝又精准，先用舆论摧毁我的公信力，再以婚内过错为由，逼我净身出户，签下无争议离婚协议，彻底切断我追溯婚内资产、质疑他婚姻状态的所有合法途径，最后安稳落地上市，套现增值，坐拥100亿身家。林薇薇的假孕从来不是他出轨的证据，而是他用来保全自己商业帝国、掩盖违法罪行的挡箭牌。可笑的是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青青性命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被他视作弃子、逼入绝境的我，
不仅没有崩溃沉沦，反而冷静蛰伏，步步深挖，不仅攥紧了他转移数亿婚内资产的铁证，更抓到了他上市造假、财务舞弊的致命死穴。此刻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财报漏洞、空壳公司流水、虚假填报的审核记录，每一条数据、每一笔流水都是足以将他彻底拖入深渊的铁证。我指尖轻轻摩挲着屏幕上刺眼的违规数据，眼底没有半分波澜，只剩彻骨的冰冷与决绝。陆沉渊，你费尽心机布下骗局，气我、伤我、算计我，逼我绝境求生。你以为送走了我，就扫清了所有障碍，坐拥安稳盛世，百亿荣华。可你不知道，你亲手推开的是唯一一个可以放过你的人。从你联手我闺蜜，用一张假产检单碾碎我3年真心，逼我净身出户的那一刻起，你亲手为自己掘下了万丈深渊。属于你的巅峰与荣光，从这一刻起正是倒计时崩塌。我没有急于一时曝光所有证据，真正的复仇从不是仓促的鱼死网破，而是静待对手站在最高处，再亲手将其狠狠摔落，让所有算计、虚伪、恶行尽数暴露在阳光之下，接受万人唾弃、律法追责。我缓缓关闭财报页面，将所有整理好的证据、流水记录、聊天截图、核查回执分门别类存档，每一份证据都清晰完整，环环相扣，没有丝毫破绽。陆沉渊和林薇薇依旧沉浸在虚假的豪门荣光里，一个冷漠厌弃却硬撑恩爱场面，一个惶恐不安却拼命炫耀尚未成果。两人互相拉扯，彼此猜忌，骗局的裂痕只会越来越大，无需我刻意助推，便会自行瓦解。而我要做的就是耐心蛰伏，等他们彻底放松警惕，风光达到顶峰的那一刻，抛出所有铁证，一举粉碎他们所有的侥幸与贪婪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让这对背叛者、算计者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我蛰伏的第30天，恰逢江城年度顶级商业慈善晚宴。这场晚宴汇聚了江城所有顶级资本大佬、政企名流、顶流企业家，是陆氏集团上市后陆沉渊首次以100亿总裁身份公开亮相的最重要舞台，也是他刻意用来稳固口碑、洗白形象、彻底坐稳豪门地位的关键场合。陆沉渊果然高调携林薇薇出席。当晚的林薇薇极尽风光，一身高定香槟色孕妇礼裙，精心垫高的小腹圆润突兀，妆容温婉柔弱，举手投足刻意拿捏着孕妇的娇憨姿态，依偎在陆沉渊身侧，宛若被万般宠溺的掌心珍宝。陆沉渊一身手工黑西装，金贵冷冽，面对全场镜头与名流，依旧维持着温柔准奶爸的人设，全程护着林薇薇，替她挡开人群，细心叮嘱她慢点走动，眼底恰到好处的温柔骗遍了全场所有人。主持人当众吹捧，话语隆重，恭喜陆总事业登顶，家庭圆满，娇妻待产，双喜临门，堪称江城商界标杆。全场掌声雷动，赞誉不绝。林薇薇眉眼间的得意几乎藏不住，微微仰头，接受着所有人的祝福，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名正言顺的陆太太。无数镜头聚焦在两人身上，当晚的热搜词条已经提前预热，井号陆沉渊林薇薇豪门真爱，井号陆氏总裁喜得贵子，井号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一晚是陆沉渊封神、林薇薇登顶的巅峰之夜，唯独我清楚，这是他们坠落深渊的开场。我一袭极简黑色长裙，淡妆清冷，身姿挺拔，低调入场。没有高定加持，没有珠宝点缀，却凭借绝佳的气质与风骨，瞬间撕裂了全场温婉奢靡的氛围。在场不少老一辈名流，曾经受过我和陆沉渊恩惠的长辈，一眼就认出了我。全场细微的议论声悄然响起，那是苏婉，前妻居然也来了，好久没见她了，离婚后第一次露面吧？这下有好戏看了，正主撞破顶替者。陆沉渊目光骤然锁定我，眼底瞬间褪去所有温柔，附上一层冰冷的厌烦与警惕。他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，更没想到狼狈净身出户的我，竟然还敢堂堂正正站在顶级名流场。林薇薇的身体瞬间僵硬，下意识抬手护住自己垫高的小腹，眼底闪过浓烈的慌乱与心虚，随即又强行撑起委屈柔弱的模样，故作不安地看向陆沉渊。
陈渊，婉婉怎么来了？我有点怕。依旧是熟悉的白莲花话术，一如既往的矫揉造作。陆沉渊立刻抬手安抚他，眼神冷厉地扫向我，带着毫不掩饰的警告与威慑，唇瓣微起，声音低沉冰冷：别闹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潜台词昭然若揭，你已经被扫地出门，一无所有，不配站在我们的高度，赶紧滚。全场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，看戏、嘲讽、同情、鄙夷，各色视线交织，压得人几乎窒息。换作从前，或许我会窘迫，会难堪，会狼狈退场，但现在的我早已褪去所有软弱。我抬眸，清冷目光直直对上陆沉渊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传遍全场，字字铿锵，掷地有声。陆总，这场晚宴是江城公开商业盛会，凭什么我不能来？倒是你带着一个假孕的赝品，在这里演恩爱奶爸，立圆满人设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一句话石破天惊，全场瞬间死寂，所有议论声、掌声、交谈声尽数消失，所有人脸上的笑容骤然僵住，难以置信地看向我。陆沉渊脸色骤然沉如寒潭，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被暴怒掩盖。苏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当众造谣，你承担得起后果？李微微瞬间红了眼眶，泪水说来就来，哽咽着发抖。婉婉，我知道你心里恨我，嫉妒我，可你不能凭空污蔑我的孩子，这是我和陈渊的骨肉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他熟练拿捏受害者人设，试图用舆论压制我，引导全场觉得我因爱生恨，恶意诋毁。可惜演技再好，在绝对的证据面前不堪一击。我淡淡勾唇，拿出手机，直接连接现场大屏幕。原本播放着陆氏集团宣传短片的巨型 LED 屏幕，画面骤然切换。第一组证据同步投屏全屏，是半年前我和林微微的完整聊天记录，一字不差，毫无删减。屏幕上清晰显示着林微微亲口对我说的话：我重度宫寒，子宫内膜太薄，医生说我受孕概率不足 5%， 大概率终身不孕，就算怀上也100%流产，我这辈子恐怕都当不了妈妈了。时间、日期、头像、昵称清晰可辨，铁证如山。全场哗然，所有人的脸色瞬间变了，震惊、错愕、难以置信的目光尽数砸在林微微身上。林微微的脸色瞬间惨白，血色尽退，身体剧烈发抖，再也维持不住柔弱温婉的假象，慌乱的想去遮挡屏幕，却手足无措，狼狈至极。不是的，这是伪造的，是你 P 的，苏婉，你故意害我！他失声尖叫，语无伦次，破绽百出。我冷眼瞥他，继续投屏第二组证据。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官方核查回执妇科门诊系统登记记录，医护人员佐证截图，白纸黑字盖章认证，近2个月无林微微任何产检、就诊、孕检记录，网传16周产检报告系伪造文书。紧接着第三组证据弹出林微微网购假孕肚、托腹带、孕期仿真道具的订单记录，医美机构学习孕妇体态、孕期话术的消费凭证，调理激素药物的购买清单。层层证据环环相扣，彻底撕碎了他苦心经营的孕期人设。全场彻底炸开锅，哗然声响震彻整个宴会厅。我的天，根本没怀孕，全是演的。假孕、假产检、假真爱，从头到尾都是骗局。所以陆总根本不是婚内遇真爱，是联手外人骗原配，逼原配净身出户。太狠了吧！为了离婚吞财产，连这种缺德骗局都做得出来。无数镜头疯狂闪烁，快门声此起彼伏。今晚所有在场媒体、名流尽数见证了这场惊天反转。林微微彻底崩溃，双腿一软，差点当场瘫倒在地，原本精心维持的优雅姿态彻底崩塌，泪水混着慌乱，狼狈不堪。陆沉渊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青筋暴起，眼底满是戾气与慌乱。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我手握如此完整、如此致命的证据，更没算到我会如此决绝，当众撕破所有伪装，不留半分情面。他立刻上前一步，挡在林微微身前，试图强行控场，语气冰冷威慑
私人感情纠纷，纯属误会，无关商业，所有人停止议论，媒体禁止拍摄。他试图动用自己的资本权势压下舆论，强行平息风波。可我怎么可能给他翻盘的机会？我抬眼，目光冷冽如霜，字字诛心，响彻全场。私人误会，陆沉渊，你真以为所有人都傻子？这场假孕骗局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感情纠葛，是你为了掩盖上市造假、财务舞弊、非法转移数亿婚内资产，精心策划的遮羞布。话音落下，全场死寂，落针可闻。所有人瞬间意识到，事情根本不止出轨、骗婚这么简单，这是牵扯百亿上市公司的惊天黑幕。不等陆沉渊反应，我指尖轻点，大屏幕画面再度切换。这一次不再是儿女情长的爱恨纠葛，而是足以颠覆整个江城商界的重磅黑料。陆氏集团近3年空壳公司流水明细、虚增营收的财报漏洞、虚假填报的上市审核资料、偷税漏税的完整证据链、违规转移婚内数亿资产的签字凭证、资金流向图谱，密密麻麻的数据、盖章的回执、清晰的转账记录，每一笔暗箱操作的时间线完整、真实，无法辩驳。我将3年来所有被他蒙骗、被他算计、被他掩盖的所有黑暗，全部暴晒在顶级名流与媒体面前。全场名流大佬脸色巨变，纷纷起身，神色凝重。在场的投行大佬、合作方、投资人、政企负责人瞬间面色铁青。上市公司财务造假、合规造假，法人涉嫌经济犯罪，这已经不是私人丑闻，是触碰资本市场底线、触碰法律红线的致命重罪。疯了！陆沉渊居然敢上市造假，虚增数十亿营收，空壳洗账，偷税漏税，这是刑事犯罪。难怪他急着离婚，急着逼原配净身出户，原来是怕原配曝光他的黑料。用假孕闹剧掩盖金融犯罪，这人心思太可怕了。议论声此起彼伏，恐慌、震惊、鄙夷席卷全场。陆氏现场合作方当场脸色惨白，立刻拿出手机紧急联系总部，叫停所有合作项目。在场股民、投资人瞬间陷入恐慌，纷纷紧急抛售持仓。陆沉渊彻底慌了，前所未有的慌乱席卷全身。他再也维持不住高冷金贵的总裁姿态，眼神猩红，死死盯着我，声音压抑着暴怒与恐慌。苏婉，你住手！立刻关掉屏幕！你敢毁我基业，我让你彻底在江城消失！他上前想抢夺我的手机，动作凶狠，戾气尽显。我早有防备，侧身避开，冷眼对视，毫无惧色。陆沉渊，你敢做，就别怕别人曝光。你算计我3年，吞我资产，毁我名誉，逼我净身出户，赌上一切布局害我，凭什么让我手下留情？你用一场假孕骗局，想把我钉死在耻辱柱上，让我终身背负无子弃妻的骂名，让我无权追诉，无力反击。如今不过是因果报应，咎由自取。我话音落下，直接将所有证据原文件同步发送给江城证监会、税务总局、经侦大队、各大财经媒体、全网社交平台，一键群发，全网同步曝光。短短10秒，全网炸崩。各大社交平台热搜接连爆榜，词条接连刷屏，爆掉服务器。井号陆氏集团财务造假退市预警，井号陆沉渊假孕骗婚逼妻净身出户，井号林薇薇假孕上位骗局，井号百亿总裁金融犯罪实锤，井号。一条条热搜居高不下，瞬间引爆全国舆论。原本吹捧陆沉渊深情、林薇薇温柔的营销号，全部连夜删帖反转，疯狂跟进报道真相。全网舆论彻底翻盘，之前嘲讽、诋毁我的网友尽数道歉刷屏。对不起苏婉，我们错怪你了。原来最恶毒的是渣男和小三，原配才是最惨受害者。骗婚、吞产、造假、犯罪，这2人简直毫无底线。心疼苏婉，陪他吃苦创业，被他卸磨杀驴，还要被全网抹黑。与此同时，陆氏集团股价瞬间断崖式暴跌，直线跳水，短短5分钟，市值蒸发数十亿，并且还在持续疯狂暴跌。证监会紧急发布公告，
启动立案核查，冻结陆氏所有股权、资产、账户，叫停所有经营项目与合作。税务总局、经侦大队同步介入，正式立案调查陆晨渊涉嫌偷税漏税、金融诈骗、财务舞弊、非法转移资产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。大厦将倾，山河崩塌。陆晨渊半生打拼、精心布局的百亿商业帝国，在我亲手抛出的证据链面前轰然倒塌，彻底覆灭。宴会厅内，所有合作方当场宣布解约，所有名流大佬纷纷与其划清界限，无人再敢靠近半分，众叛亲离，一无所有。而林薇薇彻底沦为全场最大的笑话。她苦心经营的温柔善良、真爱无辜人设彻底粉碎，假运、插足、帮凶、贪慕虚荣的标签死死钉在身上，被全场鄙夷、唾弃。他看着暴怒失控、濒临崩溃的陆晨渊，看着全网铺天盖地的谩骂，看着自己彻底身败名裂的结局，瞬间瘫软在地，失声痛哭，狼狈不堪。不是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陆晨渊逼我的，是他让我演戏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危急关头，他毫不犹豫抛弃陆晨渊，疯狂甩锅，试图自保。陆晨渊低头看着跪地崩溃、反咬自己的林薇薇，眼底最后一丝温情彻底消散，只剩极致的冰冷与厌恶。他终于看清，自己精心挑选的棋子，不仅愚蠢贪婪，更是薄情寡义，毫无底线。可一切早已为时已晚。晚宴彻底混乱，安保、媒体、执法人员相继到场，场面彻底失控。经侦人员当场介入，带走陆晨渊进行问询，冻结其所有个人资产、股权、银行卡。曾经高高在上、万人追捧的百亿总裁，此刻被执法人员围堵，狼狈不堪，再无半分金贵气场。林薇薇吓得浑身发抖，想要悄悄逃离现场，却被记者团团围住，无数镜头对在她脸上，疯狂追问：林小姐，你是否全程假运演戏？你明知陆总婚内犯罪，为何还要配合他欺骗原配，逼其净身出户？你刻意上位，抢夺原配一切，如今后悔吗？尖锐的问题接连砸来，让他无处遁形。他彻底崩溃，情绪失控，当众嘶吼暴哭，彻底撕破脸皮，疯狂控诉陆晨渊。是他骗我，是他找我演戏的。他说只要我配合他演完假运大戏，逼苏婉净身出户，就娶我，给我上亿资产，让我当陆太太。我一开始不愿意的，是他逼我的。他利用我，欺骗我，从头到尾都只是把我当工具。他根本不爱我，他只是需要一个幌子掩盖他的经济犯罪。我也是被他骗了。他当众自曝所有真相，将所有罪责尽数推给陆晨渊，把两人联手布局、精心骗婚、伪造产检、恶意吞产的所有细节全盘托出。全场记者疯狂记录，全网实时转播，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。原本还残留一丝侥幸的陆晨渊，听到林薇薇的当众背叛与自曝，脸色惨白如纸，眼底满是猩红与绝望。他千算万算，算尽人心，利用所有人，唯独没算到自己最后会被自己亲手挑选的棋子狠狠反噬，彻底钉死所有退路。两人当场撕破脸皮，当众争吵，互相指责，彼此甩锅，狗咬狗的丑陋模样被全网直播，沦为全网最大的笑柄。昔日恩爱宠溺的假象碎得彻彻底底，只剩下赤裸裸的贪婪、算计与丑陋。我静静站在角落，冷眼旁观这荒诞又解气的一幕，心底毫无波澜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只有彻底的释然。这3年的委屈、不甘、痛苦、隐忍，在这一刻尽数清零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你们亲手种下的恶因，终究要亲手吞下恶果。当晚风波持续发酵，一夜之间局势彻底翻盘。第一，陆氏集团官宣停牌，股价彻底崩盘，市值暴跌归零，退市已成定局，百亿商业帝国彻底覆灭。第二，陆晨渊多项经济犯罪证据确凿，被正式立案侦查，刑事拘留，等待他的是巨额罚款与漫长牢狱之灾。第三，法院重启离婚财产分割案，认定离婚协议系欺诈，胁迫签署，判定净身出户协议无效，
陆沉渊婚内非法转移的数亿资产全数归还于我，同时赔偿我精神损失、青春损失、财产损失。第四，林薇薇因参与欺诈、作伪证、协助掩盖违法事实，被依法追责，同时彻底身败名裂，被全网抵制，在江城彻底社会性死亡，无人敢用，无人敢交恶，彻底沦为底层笑柄。一夜之间，两人从云端跌落泥沼，一无所有，声名狼藉。而我洗尽所有污名，沉冤得雪，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，重新站回属于自己的高度。风波落幕，尘埃落定。3天后，我顺利拿回所有被转移的资产、房产、股权，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阴霾，恢复了自由光鲜的人生。我注销了所有负面社交账号，清理掉所有过往不堪的痕迹，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活。曾经为了爱情收敛锋芒的苏婉彻底归来。我本就是顶尖财经高材生，能力出众，眼界开阔，资源顶尖，只是从前为爱折服，甘愿平凡。如今挣脱牢笼，我的才华与能力瞬间绽放光芒。无数投行、资本、知名企业向我抛出橄榄枝，邀请我入职合作，我的人生彻底翻盘，一路向阳。而就在我开启全新人生，彻底放下过往的时候，消失多日的陆沉渊再次出现在我面前。彼时的他早已没了往日的金贵高傲，意气风发。西装褶皱凌乱，头发杂乱无光，眼底布满红血丝，面色憔悴苍白，浑身狼狈疲惫，褪去百亿总裁光环，只剩落魄与绝望。他被取保候审，暂时走出看守所，却彻底失去了一切。事业崩塌，资产冻结，声名尽毁，众叛亲离，等待他的只有牢狱之灾与终身污点。他赶走了所有依附者，甩开了纠缠他的林薇薇，独自一人找到我的公寓楼下。傍晚时分，夕阳西下，余晖清冷。他站在我面前，没有了往日的冷漠傲慢，没有了居高临下的威慑，只剩下极致的卑微与悔恨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他眼底泛红，眼眶瞬间湿润，再也撑不住所有骄傲，双腿一弯，直在我面前轰然跪地。堂堂曾经身价100亿、万人仰望的陆氏总裁，此刻跪在我面前，姿态卑微到尘埃里。婉婉，我错了。他声音沙哑哽咽，带着无尽的悔恨与绝望，字字泣血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彻底后悔了。我鬼迷心窍，我利欲熏心，我辜负了你，算计了你，伤害了你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不该联手林薇薇骗你，不该伪造产检单逼你净身出户，不该为了名利抛弃陪我吃苦的你，不该弄丢全世界最好的你。婉婉，我知道我错得彻底，错得无可救药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可以放弃所有名利，所有资产，我可以认罪认罚，我可以一辈子赎罪，一辈子补偿你，往后余生我只对你好，我再也不会辜负你分毫。没有你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事业没了，名声没了，资产没了，我都不在乎，我只想要你，婉婉，求你回头好不好？他抬手想要触碰我的衣角，眼神卑微乞求，泪水肆意滑落，狼狈不堪。这一幕和1个月前医院的绝情冷漠形成极致讽刺的对比。1个月前，他高高在上，绝情逼我净身出户，弃我如敝履。1个月后，他跌落尘埃，卑微跪地，哭着求我回头。世间最荒唐、最解气的反转，莫过于此。我静静低头，看着跪地痛哭的男人，心底没有恨意，没有波澜，没有怜悯，只剩一片极致的平静与漠然。曾经让我痛彻心扉、彻夜难眠的人，如今再看，只剩陌生与淡然。我淡淡开口，声音清冷平静，无悲无喜。陆沉渊，太晚了。从我签下净身出户协议，被你们联手算计，被全网抹黑，被逼入绝境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。你今日跪地求复婚，不是因为爱我，不是因为愧疚，是因为你一无所有了，是因为你身败名裂，事业崩塌，走投无路了。你发现所有人都是贪图你的名利，只有曾经被你抛弃的我，才是真心陪你吃苦，毫无保留对你的人。你后悔的不是伤害我，是后悔弄丢了唯一能托底的人，后悔自己亲手毁了自己的一切。我字字清晰，戳穿他所有的伪装与侥幸。
陆沉渊身体剧烈颤抖，哭得更加崩溃，拼命摇头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后悔。我以前太蠢，太自负，被名利冲昏头脑，被假象蒙蔽双眼，我心里一直有你。婉婉，你再信我一次。信你？我轻笑一声，眼底满是冰冷的嘲讽。信你为了名利，精心策划一场假运骗局，毁我3年青春，辱我人格，吞我资产。信你为了自保，毫不犹豫将我推入深渊，让我全网唾骂，一无所有。陆沉渊，破镜不能重圆，烂人不能回头。我陪你熬过万丈低谷，你攻城之后赐我遍体鳞伤。我陪你白手起家，你巅峰之时弃我如尘。我最难、最苦、最狼狈的时候，你没有半分怜悯，半分留情。如今你落魄绝境，凭什么指望我回头救赎你？你想要的从来不是我，是安稳的婚姻、干净的背景，无条件为你付出的傻子。如今你一无所有，就想回头捡回我，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。我的每一句话都精准戳中他的软肋，击碎他所有的幻想。他瘫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，泪水汹涌，彻底绝望。我知道是我活该，是我自作自受。可婉婉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你走了，我这辈子就彻底完了。我微微侧身，避开他卑微乞求的目光，语气决绝，不留半分余地。你的人生是好是坏，从今往后与我无关。我苏婉的人生早已翻过你这一页。从前我为你收敛锋芒，为爱卑微妥协，往后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光芒万丈，再无过往。我转身，不再回头，挺直脊背，走进公寓大楼，彻底将落魄崩溃的陆沉渊隔绝在外。身后传来他压抑绝望的痛哭声，撕心裂肺，却再也无法牵动我半分心绪。自此，所有恩怨尽数清零。后续结局层层落地，因果闭环，无人例外。陆沉渊最终经司法审判，因财务造假、金融诈骗、偷税漏税、非法转移资产等多项罪名成立，被判有期徒刑7年，处罚金数千万，名下所有资产全数查封清算，终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彻底跌落神坛，余生尽是悔恨与牢狱枷锁。他在狱中无数次写信，托人传话，卑微求我原谅，求我等他，求我给他赎罪机会。每一封信都字字泣血，满是悔恨，却全部被我原样退回。我从未看过一眼，从未回应半句。真正的放下，从来不是口头原谅，而是彻底无视，彻底归零，再无波澜。而林薇薇结局同样凄惨。他协助欺诈、伪造证据、恶意构陷的行为被全网熟知，彻底社会性死亡，被所有圈层封杀，无人接纳，无人同情。他贪图荣华富贵，费尽心思上位，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不仅没得到分毫利益，反而背负骂名，负债累累，只能隐姓埋名，流落底层，为自己的贪婪与恶毒付出终身代价。曾经他嫉妒我拥有的一切，处心积虑想要抢夺，最终亲手毁掉自己的人生，沦为人人唾弃的笑话。而我苏婉彻底涅槃重生，我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数亿资产，重启自己的事业，凭借顶尖的专业能力与清晰的商业眼光，短短数月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全新商业版图，名气、实力、财富尽数回归，且远超从前。我不再是谁的妻子，谁的闺蜜，谁的附庸，我只是我，独立、清醒、强大、耀眼的苏婉。我褪去恋爱脑的枷锁，扔掉卑微妥协的软肋，活得清醒通透，肆意洒脱。回望过往，那场惊天动地的骗局，那场狼狈不堪的离婚，那场痛彻心扉的背叛，终究只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场渡劫。那场所有人都以为我全盘皆输的棋局，最终我是唯一的赢家。开局炸裂，绝境翻盘，极致反转，完美闭环。曾经一张假产检单逼我净身出户，跌入深渊。后来我凭一己之力撕碎所有伪装，揭穿所有阴谋，掀翻所有黑暗，让作恶者自食恶果，跪地求饶，终生悔恨。世间因果从来公平，你欺我、骗我、负我、伤我，终有一日必百倍奉还。而我历经风雨，终得圆满，向阳而生，光芒万丈。